少是要去看古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贝利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现在是早上8点15分，但是看我这一头乱发，我已经骑了半个小时的摩托车，到达了台中的丰原。今天我的第一站的起点就是这里。它有什么特别呢？因为我在台湾的路上走路的时候，经常能看到一些小吃店，他们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是里面内藏乾坤。这些店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了。那我今天就准备打卡一下台中百年餐厅。我们俩7点多就起了，为了吃一个早点。到了。我们俩第一次来。3合1就是那豆浆。3合1就是豆浆加米的。怕你没有喝过，你可以喝试试看啊。好啊好啊。哇，觉得我们来的还挺早的，不到8点半吧。没想到到了早餐店，那个好多招牌的都已经摄像机。像它这个说是杏仁茶一定要搭配的那个油条，还有水煎包都已经卖光了。大家都起这么早吗？给丰原人点赞。开始。这是3合1，而且是生鸡蛋。老板害怕我吃不惯，先点了1碗。然后这个是一个蛋饼，然后这个是肉蛋吐司。就是它整个口感都很丝滑，然后生鸡蛋放在里面，它其实已经是熟的一个状态了，然后和3合1混合在一起，就是口感平衡的刚刚好。确实很嫩，整个3个3层都很嫩，就口感是那种Q 弹的感觉。我也吃过其他的肉蛋吐司，它这个吐司没有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，就是有弹性，很软，很软糯。哎，好多卖光了，我就点了这个，这啥来着？蛋饼。那怎么吃？那老板就这样拽过来吃是吗？老板帮我卷好。哦，谢谢老板。老板怎么做？哦，生鸡蛋，重点的命哦，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简单，平平无奇，但是已经有100多年了。哦，是因为有它有独特的风味吗？在古时候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瓦斯嘛，所以大家都是用木炭，然后我们就是木盖，就是一直沿用以前的方式。这个得多少年了？说整个历史是100多年，就这个制法是没有变过的，大方向没有变，当然会做一些调整。以前都是用飘着去的，对啊，最古早的时候。就看起来很小，但是没有什么，但是其实很多零碎的东西啊，这个都要花很多时间啊，大概2点半就要起来做。早上2点半，那相当于您是最年轻的一代。对，目前是。您是第4代。哇哦，您的下一代还会在？下一代他们自己决定。自己决定。这是您的妈妈。老板好。哎呦，岳母。那以后还会扩张吗？会，现在也太辛苦了吧？哦，真的很辛苦的。以前公公做的时候，和我先生做的时候，他们都3点半要开店了，到晚上12点1点，我还在做。那您怎么看呀？就是下一代是不是要传承？那我不知道呢，那要问他才知道呢。哦，那您也不管这件事情？我不管了，我现在就给我女去做了，我没有再管这个。那以后的事还难讲啦。对了，没有，他们小孩子还小啦，国小6年级而已，那还不知道啦。但如果传承不下去，就觉得很可惜呢。不会，希望可以。不会的。第2市场，哇！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已经中午1点了，我来到了台中第2市场。这是我第一次来，这里面听说隐藏了非常非常多
好吃的店家。好像台中第二市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光这个市场就100多年啊！你看这个市场好有古早风味儿啊！我今天已经提前考察好了2家上百年的餐厅，然后我们俩过来今天来吃午餐。哦，找，不知道这是哪个入口，但是这个入口就已经有好多好吃的了。哇哦！可是我今天目标很明确，我就是要去吃。哦，这也太意外了吧！到了，噔噔，跟他合个影。3代福州意面。哦，这边人比较少，很多名人。哎，这个我认识，余文乐也来这儿吃过。集齐了它的特色3件套：鱼丸汤、抄手，当然最著名的就是这个福州意面，已经到第5代了。不知道看视频里有没有福州的朋友？福州现在的意面还是这样吗？哇哦，这个汤汁越拌越顺滑。赶紧尝。好，来，这个是嘴边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加点辣上去，它的色调会跑出来，很好看。然后，来，我们来一个这样子的尝试方式，它会让它配色会变漂亮，有没有？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这样会搭配起来更好看。对，你那个抄手这样子移过去也会，因为它有颜色的衬托，有没有？好，谢谢。这个面还挺辣的耶。是哦。就是有那个胡椒，还有那个油葱，还有那个肉酱，就是混合起来特别好吃。等一下，这么大一个鱼丸，跟我的眼镜一样大。汤汁喷出来。精华被我喷掉了。这旗鱼丸嘛，是我喜欢的口味，就它有一点麻的成分，但是又不会很麻，很有那个提味的感觉。这挺方便。辣不关心人，要加辣椒，这样行吗？可以。加一点东泉辣椒酱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我这样吃地不地道？不地道。应该是加满对吧？对啊。东泉辣椒酱，他们这儿辣椒干面，配上这个抄手。这个辣椒真不错，就是香占一半，辣占一半，爆赞。东泉辣椒酱也不错，但是我更喜欢它。2个人吃完了。哦，您下班了？我下班了。哦，拜拜，辛苦了。好。哇，好忙碌啊！您是老板吗？哎，对，年轻人喽。哦，你想看得出来？哇！哎，请问您是第几代啊？第5代。哇！请问一下，这家店什么时候就开始有的呀？日据时代就有。现在其实超过100年了吧？有吗？为什么叫福州意面？长辈过来就带他的手艺，拿手的料理过来。哦，就100多年前日据时代的时候，长辈从福州过来。对。哇哦，这上百年都是用这个肉燥吗？对，长辈传下来的口味啊。还有面条。哇哦，手工面条，嚼劲，高筋面粉。哇哦，感觉很香呢。跟我老婆，她也可以。哦 ，hello，
啊，你好，就是第3代、第4代现在还在做。对。然后您这第5代。对。3代在同一个店里。对。还在呀。哎呦，阿嬷也之前在做啊，80几岁了还在做啊。60几岁，阿嬷80几岁都还在做，超辛苦。啊，老长辈那么老了，总不能叫他从早做到晚吧？早上5点就起来，然后6点上市场买东西，然后买完东西就7点到这边就开始备料，去备料。然后备完料之后，什么东西要站着煮，站着煮。对，你看都站准备位置做啊。啊，我是负责就是煮料、备料跟包馄饨。哦。所以我刚才在那边包馄饨，我们馄饨料也是自己做的。就是我们4点半收完摊之后，我们还要再用隔天的东西。对，我觉得好辛苦哦，花费这些东西。对，好累哦。大家都冲着这个品牌来了，都想来这吃。就是传承古早味吧，我觉得就是人家是从小吃到大的，然后是人家阿公带孙子来吃。哎，这我小时候。那比如说，您会考虑您的下一代去？要努力读书啦，当个什么医生，当什么随便什么都好，然后做这个。哪有？我觉得开面店比较挣钱啊。辛苦哎，你自己看，现在夏天现在还好，你知道那个温度多热吗？对，我站在里面也很热。超过40度以上好不好？煮一整天呢。太辛苦，打开一下。好了，谢谢。小那么小一段时间呢。啊，太早了，拜拜，谢谢。虽然这个百年老店听起来非常风光，但是背后的这个辛苦真的是也挺难的，而且都是家族事业，一家人都得围着这个大家一起拼搏，说它背后付出的东西，可能我们真的难以想象。第2市场真的是一块宝藏菜市场啊！因为我发现我想吃的另外一个百年老店还在第2市场里面，百年老店茂川肉丸啊，它还是米其林。茂川肉丸是获得了台中市米其林2020年的。Hello， 哎，您是不是就是老板啊？小老板，老板是老大。哦，您是第几代？我是第4代。第4代，哇哦！哎呦，祝贺您得那个米其林。您低调，那是米奇跟米妮。哇哦，哎，这个就是肉丸是吗？请问一下，这个是红的是什么？红的就是辣酱，白的就是甜甜的酱。就觉得很神奇，你看，不到手这么大的一个小肉丸，但是已经有100年的岁月了。我以为会很腻，因为看起来油油的，但吃进去并没有哎，这感觉很满足，然后吃进去一大口，有软软的，有硬硬的肉，然后还有那个甜的那个酱，就整个都混合在一起，好吃。就这样很朴素的一家店，但它获得了米其林。100年的这个店都是家族在。对，都是家族，阿祖、爷爷、爸爸，然后在我们这一代，然后现在第5代出来实习。这是第5代，对，已经在实习。现在实习。我们那侄女现在多大了？他20多了。那要学很久吗？你只要认真，而且会比较快，毕竟我们从小就开始在做这个。我有点好奇，就是您家这个肉丸，它那个皮很有意思，就是吃起来一点都不腻，也刚刚好。就是有什么秘诀吗？我们家是用米浆，外面都是用粉浆，把它熬成之后，米的比例跟粉的比例就是跟外面是不一样。就是刚开始我看到它的时候，我觉得会很油，但是我吃完之后并没有觉得油。所以我们是用低温透油的方式下去炸。你如果因为我们是米浆的成分多，所以它用大火的话，它不能像那个粉浆这样子吃起来会很酥脆，因为我们也是用猪油炸了下去炸。你如果用大火下去的话，它整个就会很硬。哦，您是不是透露的太多了？没有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。对，它独门秘方不是在皮，是在某一些其他。不说了。我很好奇，就是为什么这家店可以评上米其林？台中之光。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推荐，还是他的评审来，这个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梦想，然后是记者才打电话来跟我们讲说，恭喜你们。对。
所以有可能米其林的那个品鉴师来这儿吃的时候，你们根本不知道。我们都不知道，对，他们也不会让人家知道。哦，所以我们也莫名其妙。对，你这个凡尔赛太厉害你们。我前面也吃了几家百年老店嘛，他们都说有传承上的问题，就是太辛苦啊啥的。但是在您家，您觉得就还好？很辛苦，只是说因为已经传承那么多年，对，然后你说要放弃的话，也是蛮可惜的。像我自己本身从小吃到大，对啊，如果没有人在做，变成说我们不传承的话，我们也吃不自己本身就吃不到。对，年轻人他们以后就是看时代转变，然后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改变，可是那个味道应该会继续传承下去。哦，好吧，好吧，谢谢您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去吃完3袋福州意面，又去吃了茂川的肉丸，现在全身都好热呀！距离第二市场300米左右就到了甜品店，好热啊！我现在要吃冰。哦，老板你好。你好。我们组合的3样，这个叫3样，这叫4果，这叫4神。你要哪种的？自己挑。您推荐的。有这个。好，这我在卖的4神冰。哎，您这个店得多少年了？100多年了。100多年。这个起码将近100年。这个100年？将近100年。哎，这手刻的。我天哪，这质量好好啊！对啊。这张，读的是第3个。哦。那您是第几代啊？我第3代。第3代，您现在还在经营？对。哇。哇哦。百合也用了100年了吧？这个策略时候到现在。对哦。跟我们这创业时候到现在。这本来这么长啊，因为生锈把它折断掉，它变这么小。生气把它折断。哇塞，您这个可以当文物了，这么古董了，看来就。您这也太省了。不是，我很多是现在圣诞节也再找不到了。哦。市面找不到了。然后日式有好处，吃好吃的东西看古董。真的是。对啊。虽然叫4神冰，但里面有5样。这样，哦，好，配料还挺丰富的。哦，好热，赶紧我先吃一口。全身通透，好吃，很清爽，超清爽。大哥，你们有小孩吗？有。哦，上学。还在上学？对。那我有个问题，你这个冰店都100多年了，那以后那个还想过要传给小孩吗？你要知道，社会形态不容许这样做。这个疫情造成这个，它的冰店经营，我们这个事情都是一定要内用，没有外送的，经不起3个月折腾，经不起。他要房租，要材料。这是天灾了，这没有办法了。这没办法啊。那您怎么那么豁达？就是如果您家小孩也没说想要继承。人生走到一个境界，就那种我们村不常说60天命嘛，对不对？我60天跟10天命。你的心态，赞一个。谢谢老板，拜拜，下次再见。好，以后再见。嗨，大家好！这一眨眼功夫就已经天都黑了，现在已经快7点了，就来吃晚餐加甜点。您家的招牌是什么？这个豆乳冰它会比较特别，外面喝不到的。豆乳冰。想点一个豆乳冰，然后木瓜牛乳，然后香蒜 cheese。这老板，您这家店开了有多久啊？刚好70年了，今年刚好满70。今年刚好满70。那您这是第几代？第2代。
做到说公车哦，跑到这个十字路口，他会跟里面的乘客讲说，这里面有一间红茶店很好喝，公车司机都知道了。对啊，就很骄傲。你说有一家70年的店，不足够骄傲吗？有，现在的人跟以前的人的想法，现在年轻人，比如我在哪里吃的东西，我感觉很好吃，我就会很热情，想要在我的脸书里面，或是什么。对啊，分享。哇，哪个地方资金雄厚？对。你今天比如说这个豆腐很好喝，你也觉得很好喝，但是你喝酒会不会腻？今天如果再推出一样东西，也一样很好喝，你就会。对，所以就是新鲜。他有本钱去研发新的东西。像我们可能一样的东西就卖了好几十年。这个是我也很好奇的，因为大陆就是更新很快，都是大的资本在后面，所以就是很少有这样传承。就是这样啊！我刚才讲的就是，我用台语讲，我不想听。人家说溪窟水、活水、死水。对。所以我们这种经营方式等于是死水，我没有去创造。我说我跟小孩子讲，如果要接的话，你要跟着变，你不能照老方式做。但是你跟着变就有一个风险了，有可能会变差了。对。这个风险你要承担。对。但是你一定要变，就算会变得会变差，你还是要尝试。因为现在的晚餐刚刚去的是新中街的明记。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开放内用，我们就买了，然后跟老板聊了会儿天，然后带回来吃。它这个是他们的特色豆乳茶，就豆浆加手打的花生，然后还买了一个木瓜牛，哇！我看那老板娘用了好多木瓜来打这一碗料，用料好饱满啊！今天一天我的早餐、中餐有2顿，然后下午吃甜点。都是在100年老店，相当于我走访了4个店，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又去了这一家70年的老店，我真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，因为我就去他们那儿吃，然后老板娘分享了好多故事，聊了好多他们经营上的呀，还有那个传承上面的一些掏心窝子的话，其实我都录下来了，但是这个视频可能也不能太长，我尽量去剪辑，因为我是抱着一些问题去的。像在大陆像这种新兴的崛起非常快的餐饮的品牌特别多，而且这2年也大受追捧嘛。像不管是奶茶呀，还是一些米粉还有是一些面等等，都有这样的品牌，我就不说名字了。但是来到台湾以后，我发现是有很多这样的外表看起来真是。就是路人走过肯定都不会再看一眼的这种店，但其实就它可能有50年、60年、70年，甚至上100年的历史。我就对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好奇啊！他们特别朴素，特别朴实无华，但是既然他们走过了这么长一段路，那今天跟他们的传承人聊天，总的来说我有几个感受，一个是我觉得能在台湾坚持下来70年、100年，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，没有想象那么简单。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很多挑战，比如说像口味不断的要创新，但是要怎么和古早味大家喜欢的这种传统的味道做结合，我也很好奇，就是说下一代怎么去传承接下来的70年，接下来的100年。那我得到的答案很真实，但是还是很有挑战性。比如有的就说这份工作太辛苦了，我想让他去当医生，去当律师。还有就是说，像最后一位老板，他就非常开明，孩子继续做这份事业的话，希望去创新，去投入一些风险，去做一些改变。我觉得在台湾减肥好难呀！你看我现在的胳膊膀子，咋办？你说胖就胖吗？大家同意吗？我能不能就此胖下去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！